走出新手村就是教你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起。那么在这个系列之中呢，你将学会3种物件：第一种桌子，第二种椅子，第3种杯子跟盘子。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宏志。对，应该要用亢奋一点。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宏志，这里是宏志 TV。这次呢推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系列，走出新手村系列。OK， 那么在这个系列呢，总共会有3支影片。3支影片，走出新手村就是教你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起。挑了3个比较常见的生活中就会出现的小东西，来做一些建模的小基本知识。那么在这个系列之中呢，你将学会3种物件：第一种桌子，第二种椅子，第3种杯子跟盘子。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是来教你怎么做桌子的部分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啦，开始制作这个桌子。那么一样，我们进来之后，我们就把所有东西删掉，先做它左右两边的交叉的方块。那我们就新建一个 cube，Shift A。那么我们把它缩小 ，X 拉长。接着呢，我们进入编辑模式 ，Ctrl R， 滚轮滚一下，滚3下就变3个，滚4下就变4个。那我们就滚2下 ，OK。好，然后我们 X 把它往外推一点，推到这里。就是让它看起来差不多像一个正方形就 OK 了。接着呢，全选这个长方体，我们 Shift D 哦，好，然后按 Z 按一下，往上过来到这里 ，Shift D 就是复制这个长方体，那么往上把它放到它的正上面，我们做稍微高一点，这样 OK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可以用1、2、3快速切换我们的点线面，OK。那我们就用3，然后选中上面的面，再选中下面的面，然后我们 Bridge Edge Loops。好，那左边也是如法炮制 Bridge Edge Loops。OK， 那你就得到一个方框了。好，那么再来呢，我们要做中间一个打叉嘛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先来把它左右Ctrl R 各做一个，各做一个。好 ，Alt LT 按住，然后 Shift 也按住，然后点一下，好，这样你就选中了你的两条线啊。如果说你不小心点到旁边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按这个 X Ray， 好，我们就这样框起来，把它选中这2条做的线，然后我们 GZ 往上到这里。主要呢，你如果希望你中间的交叉越粗，你就越放下面，因为它这里就会越长。总之呢，就抓一个刚刚好的高度。接着重复刚刚的动作 ，Ctrl R。为什么要这边 Ctrl R 再换另外一边 Ctrl R？ 是因为这样子做，你两边弄出来的高度才会一样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一样框起来，然后 GZ 往下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。如果说你可能有一边高一边低，或是你也可以按这里，然后我们框选，然后按 SZ 0，这样就是你把它那个 Z 轴的坐标2条线都压到0，它就会都在同一个高度上。好 ，OK， 那么呢，再来做我们的上下，那我们一样 Ctrl R， 好，我们这里用一个小技巧 ，Ctrl B， 我们把它分开。推到差不多这里，这样比较快了哈。好 ，OK。当我们做完这个步骤，这边也切了一条，这边也切了一条，这样我们就准备好中间的面了。但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它2根木条是会互相接触的，所以我们就要在这边做一个 Ctrl R 哈，这边做一个 Ctrl R， 这边也做一个 Ctrl R。不对，我们只要在内圈做 Ctrl R 就好，外圈的不用。好。中间这里我们给它 Ctrl R 之后，我们切换到3选面，我们先选中外面的这2条，选中之后要做什么？如此聪明的你一定知道 Bridge Edge Loops， 这样子你就连好了外面这边的，然后我们再切到另外一边的这2个，这样这里，然后我们一样 Bridge Edge Loops。好，现在我们在物件模式嘛，那我们接着我们要把它镜像到另外一边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复制的，
它可以改边就一次动到2边哈。那我们就进去编辑模式，全选，然后我们 GY 拉出一个你合适的位置。那我这边就用2格，你可以看地上这个格子，我们就用2格啊。OK， 好，再切回来物件模式，接着来到我们 Modify 这里，我们给它新建一个 Mirror 的 Modify， 然后我们选择 Y， 把 X 给它关掉哈。OK， 好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桌角的部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做我们的桌面，我们就 Shift A， 我们一样做一个 Cube， 然后拉上来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去看，然后我们把它缩小，然后 S 拉长到这里，好，然后我们再 GZ 让它去对齐我们的桌角。X 把它拉宽，我们要让它的这4角变成圆角的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编辑模式。这边我示范一个错误的做法哈，正常我们就是直接选中这4个边，对不对？然后 Ctrl B 嘛，是不对的。正常来讲，我们会直接选中这4个边，然后我们直接去做这个 bevel 的动作。但是以现在这个情形来看，算还比较正常。但是如果你看啊，如果我把它拉更长，然后我进去，我一样 Ctrl B。你会发现我的 bevel 变得怪怪的，那我们这时候要怎么办？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突然遇到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顺便一起来把它解决掉。OK， 那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你会去看你的物件的资讯这里，你会发现我们的长宽高都已经被我们拉伸过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让它去做一个告诉这个软体说，这个模型我现在要它变成最原始的状态。这样我们在做 bevel 的时候，它那个圆角才会运算的比较正常哈。所以我们先回来，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，我们先 Ctrl A， 我们让它的这个 scale， 因为我们 rotation 没有动，我们就 scale 回正。我们告诉这个软体说，我们现在调整的这个样子已经是111，就是这才是基准点就对了。这样子我们在做 bevel。就会是一个很正常的 bevel。那 Ctrl B 之后，我们就滚我们的滑鼠滚轮哈，然后我们就滚到滑顺就好。我们整体就我们就用7个，好不好？就用7个 ，OK。那切回来看一下，好，看起来都还不错。OK， 桌子的这个建模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之后的细节就等到最后我们把所有模型都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再来做优化美化的部分。以上呢就是这个桌子的制造，那么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